别跑，等着。 可以上西段，漂亮，大头了。广场裁判毛俊宇告诉这个地表最强的男人就是他。面对嚣张来华挑战的日本拳王，果断出击往死里打，根本不给日本拳王留有生存的余地。想要活命，必须询问中国勇士的拳头答不答应。这一腿就，因为他这种移动，交互开也比较对，连续3次，连60秒。 哇！这个打拳又一次的让他起来，让他起来。中国人就是一群好吃懒惰的猪，更别提中国功夫有多脆弱了。自从来到中国，我还没有尝过失败是什么滋味。这一切都源于天皇陛下的庇佑。日本天皇陛下万岁！这位誓死都要效忠天皇陛下的日本选手叫山田裕希，他的爷爷曾是侵华战争当中的功臣。从小就接受侵华教育的山田裕希，在他的心中早就埋下了一颗看不起中国人的种子。 来华3个月击败了中国数名散打名将，于是便扬言中国功夫全部都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，半年之内必定会称霸拳坛，让日本国旗再次插在中国的土地上。殊不知，山田裕希这种作死行为，彻底惹怒了中国数十名爱国情怀极高的散打名将。焦富开首当其冲接受了日本人的挑战，练习散打多年的焦富开等待的就是这一刻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，其爷爷更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。 骨子里的仇恨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。赛前在媒体面前发誓，不把来华挑战的日本人打死在擂台上，现场褪去拳套，永久离开擂台，永不复出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焦富开是如何花式吊打日本人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焦富开二话不说直接开打，一记顶膝加上一记重拳，直接打晃日本人。要不是搂住了焦富开，日本选手绝对会倒下。为以打法凶猛著称的运动员。 所以你看这个开局，来自中国的散打运动员，对，也是广东队的啊。现在来到了郑州顺远国际机构，他获得过，焦富开现在打得很主动，对，获得过全国那个青年这个散打锦标赛的60公斤的冠军。焦富开的勇猛程度直接吓破了日本选手的胆子。此时此刻，日本选手赛前的嚣张气焰已经被焦富开浇灭，逃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焦富开再次发起了一波猛攻，彻底摧残了日本选手的防守。 连续的顶膝打得日本选手脑瓜子嗡嗡的，还能起来吗？可以，还可以。裁判运动员谈太多还是比较完。重新站起来的日本选手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竟然有这么厉害，跟他爷爷描述的中国人怎么不一样？殊不知，接下来日本选手的遭遇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。山田裕希就被扣2分。现在山田裕希只有靠这种偷袭啊，移动，然后偶尔打一个冷拳。 在赛前，焦富开也是清楚的告诉我说，山田裕希啊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日本选手，是可以说非常的顽强。焦富开以敢打敢拼、横冲直撞闻名于拳坛。这一次遇到誓死都要效忠天皇陛下的日本选手，终于能放开打一次了。已经产生畏惧的日本选手根本不敢正眼看焦富开，只敢在中远距离颤颤巍巍与焦富开展开对抗。这种战术在焦富开面前显得特别不堪一击。焦富开的实力，不想跟他硬碰硬。 那么现在你看那个山田裕希，主要是通过这个左侧的滑步进行移动，这个转身边拳也挺有意思的。这时候焦富开聪明点，你不是往左边移吗？对，我这么后高边上头，你往这边左边移，然后你往右边移，我这个转身边拳，对，迎击他，击服。门口停放的5辆救护车貌似是为日本选手量身定做的。焦富开的打法太残暴了，根本不给日本选手留有喘息的余地。 再次被击倒的日本选手疼得满地打滚。同一个部位，这是个前扫踢，就你不是移动吗？我就是前扫踢踢你直疼腿，你老跑，又是一腿，这一腿就刚站起来的日本选手又遭到了焦富开的突击，台下的观众彻底沸腾。要是眼前这位选手是其他外国选手，焦富开还会考虑下手轻点。可是山田裕希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，焦富开没有理由不往死里打。 吃不消，因为他运动员的腿都很重。广场裁判毛俊宇告诉这个对方打击你不要再踢了，像这种打击不能再踢了啊！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山田裕希也很聪明，还有10秒。被击倒之后的日本选手想直接站起来吓唬焦富开，结果看到焦富开拎着拳头跟了过来，日本选手干脆直接倒地装死，不然日本选手还会被焦富开按在地上暴打一顿，直至打死才会停手庆祝。 2次强度扣掉4步，对，所以在后面比赛中，日本选手比整个KO 对方才有机会赢下来。
对，那在第2回合，我们是这个每一回合有这个2次的强读的机会，一回合3分钟的时间，让日本选手见识到了什么才是新中国。焦富开的父亲和爷爷在赛前给焦富开下达了死命令，不把日本选手打死在擂台上，就和焦富开断绝父子关系。两人之间本来实力就有点悬殊，再加上焦富开父亲给了焦富开十足的压制力，即便已经把日本选手打残废，焦富开也不敢立即停手庆祝，必须往死里打才能让父亲满意。你看呀，我就往这一坐，你怎么打我？但是你没有3点支撑，你是坐在那儿的，你没有3点支撑是吧？你不是躺在那儿的，不是打倒你，不是躺那儿的。坐在那里也不对，也不能坐在那里头，按说应该是不能打。是啊，因为他屁股还着地，那也有3点支撑。好，我们看到的是美丽的中俄混血的昆仑决女郎安琪。敢在赛前扬言要是死效忠天皇陛下的选手可不多，山田裕希算是其中最嚣张的那一个。不过在权衡利弊之下，第2回合刚开始就选择对焦富开发起猛攻，殊不知焦富开的勇猛程度超乎日本选手的想象。回合刚开始10秒钟，日本选手又被放倒了一次，又是扫踢，又是一个后扫踢，因为他在日本选手在移动中很容易被击倒，如果是站立的扫踢也不容易。是的，第2个了，扫踢后扫踢。日本选手心中充满了畏惧，不惜抱大腿来祈求焦富开的原谅。然而焦富开直接重腿出击，刚站起来的日本选手又倒了下去。后扫踢又是一次的强读。刚裁判这个毛巾椅再次给他这次强读，因为3次后扫踢了嘛，对不对？山田裕希真是抗击打能力超强。看来还是焦富开打得太轻了，多次的击倒读秒并没有打消日本选手称霸中国拳坛的野心。此时活蹦乱跳的日本人非常欢快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过就开始搂抱，下3滥的招式被日本人玩得很明白。再放一个，现在这个焦牌要再响，既然他以剑能防住的话啊，对，用拳头再打击对手。你看看，此时的日本选手就像是焦富开的玩具，连续的顶膝已经把日本选手的下巴顶碎。然而焦富开依然不打算放过日本选手，看来日本选手的生命力十分顽强。接下来焦富开直接把日本选手送入了梦乡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就跟被打死了一样。台下的战友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重拳吧，对不对？是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一个好手重拳 KO 对手，过瘾。焦富开可以说他的绰号隐形战机就让别人琢磨不透，在多次的进攻腿部之后，一锤用拳定音。因为武士耍的他都防住了，是吧？那么既然你有这种防的意识，那么我就打你上3。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齐刷刷把日本选手围了起来。真要是有个3长2短，焦富开可真就干了一件大事，打死一个日本人子孙3代享清福。膝上头，然后击倒了，非常干脆，非常干脆。这是慢放的膝上头动作，拉开，看好。就这一拳，后置拳多重了，太准了。最终焦富开获得了胜利，日本选手直接被救护车拉走了。这场比赛打得真解气，换作是你，你会不会往死打将其打进 ICU 抢救？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焦富开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